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南岳阳。我们都说明朝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刘伯温，是所谓的风水学大师，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。而这里呢，不要小看了，这里也是一个明朝著名的人物建筑的。我们刚刚在空中看到航拍看到，这里是一个古村落。这个古村落非常特殊，被称为民间版的故宫，因为它这里呢大概有1700个房间，200多个天井。其中最特殊的就是这1700个房间呢，户户相连。还有呢，它这个建筑呢，大概是600年左右的历史，里面呢有小姐的闺房，还有议事厅等等，基本上保存的原样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特殊的建筑。这个地方就叫做张古英村，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时候开始修建的。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张古英村的大门，叫做当大门。这个非常奇怪吧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啊，等于是在整个张古英村所谓的这条龙的龙头上面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的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一样的，有龙把守。那这个大门还有一个很有特点呢，我们说的龙头，那么龙头怎么展现呢？那这个地方就是龙头有龙须，还有龙的嘴巴，龙吐水一样的。在这个大门这里还有一副对联，叫做耕读济世，孝有传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家族啊比较注重文化，同时呢又是耕读，就是我们说的边耕边读。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谁？左宗棠。在这个门外面看到很多这样的窗户，这个也算是一种雕刻了。那这些都是原版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每个窗户都不一样。这个很有意思吧？在大门口有一条小溪，然后门前桥下一群鸭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些地方呢，有老人坐在门口栖息歇息，是不是像极了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，农村的生活？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当大门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前面看到有一个文魁。那么作为这样的大家族啊，他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。这个张氏家族在创办开始呢，就是在这里建好了之后，就请先生来教书。在古代那个是叫私塾，不是说我们说的学校。那么老师是请到家里来的，也不叫老师，叫做先生。那个时候先生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。我们一进来呀，在这个院子发现这里有2个祠堂，这个经常在很多老宅或者陵墓前能够看到，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在这里又是2个说法，一个是因为这个张古英村是所谓的一条龙，那在龙头这里呢，这2个祠堂一左一右，代表的是说它龙的眼睛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消防的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古代的建筑嘛，普遍是木头或者是砖，就是砖木结构的。那么如果万一发生火情的话，它就靠这个来救火。故而呢，在很多老宅基本都有这个。所以说古代啊，建房子啊，它各个方面都帮你考虑好了，防火、排水。特别是这个房子呢，有很多天井房。那么很多人说下雨它水跑哪去呢？等一下我们在里面再详细看一下。现在继续去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看看它内部空间是什么样子的。600年前能保存这么完好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它这个相当于好像是5重院落、5进院落。那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天井。现在这里面呢，基本上搞成农家乐了。那么这个房子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基本都是1层或者2层，因为在古代嘛，这个房子不会建得太高。打个比方说啊，我们把这个门一关，那就变成1户；那个把门一打开呢，就变成多户，因为都是相连的嘛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个里面的好玩的东西。那这个房子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一般是防老鼠。看到没有？像这里面的房间呢，如果没有天井采光，就是很暗的。所以为什么它到处有天井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叔你好。你好。你从小在这里住吗？对。也是姓张是吧？姓张。哦，那这地方好啊。
好吧？住了好多年是吧？冬暖夏凉。对，这个地方一直房子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吧？都几百年都是这样的。后面经过修缮没有？修缮还是修缮下来了，有的地方。有一部分修缮，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原样的是吧？对。啊，谢谢啊，那你先忙。美女，你是从哪里地方过来？哦，你好，我从湖北过来的。从湖北过来是吧？对。也是第一次来到岳阳吗？对，是的。以前见过这种没有？以前没有见过。你一个人过来的吗？哦，对。好，那你厉害呀，一个人敢来这边，这么远。在农村呢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在城市如果上班，我们坐的座椅啊，是那种旋转的或者其他的座椅。然后在农村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座椅，就是这种座椅呢很少见嘛，基本现在在农村才有。它有2种形式，一种是木的，一种是竹的。那竹子呢，就是被称为竹椅。那这个坐起来其实非常舒服的，特别是夏天呢，我们说坐到其他地方很热，但是坐在这个椅子上是非常凉快的，特别是竹子。那么这个在农村才有，城市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大的天井，这个天井是非常大的。那么这个天井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，就是下雨那个雨水，如果是暴雨的话，很多会下来，这个水流去哪里了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它下面是有排水管道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的地下通道一样的，就在那个角落，一个小孔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另外，第2层普遍看起来是比较小的。那么第2层有什么作用呢？一般是储存东西的，人居住的话很少有在2楼。那么有一个地方例外，就是这个张古营村的秀楼，就是小姐居住的，那么肯定就会比一般的房屋高。这天井太多了，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像这个门槛呢都非常高，刚才没注意都差点摔倒了。这一进来又是一个天井了。那这个天井感觉跟其他地方的天井不一样，也算是张古营村它这个地方的特色。看到没有，像一个回字形一样的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天井啊，是没有中间一个这样的相当于小岛一样的，它这里有。因为它这个张古营村的建造人是所谓的风水学大师，他当时在江西南昌当官，后面应该算是退休了，来到这个地方。因为首先他是全国到处找嘛，因为在古代都讲究要找一个好的地方给自己，我们说的属于养老。那么他在这里发现了，然后就举家迁到这个地方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条小巷是幽深又安静，而且有点黑。那么这个巷子呢，是整个张古营村的躯干和经脉，因为就像人的一样的嘛，很多经脉，它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么多的房间，1700多个房间，就是靠这样的小巷子连接起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小巷子其实不宽，也就是1米到1.2米之间。我们经常说，在这样的小巷里面走，特别是晚上走，会不会害怕？其实这是肯定的。特别是张古营村的女孩子啊，晚上走在这样的相当于迷宫里面，肯定是会害怕，因为我们现在大白天都是这么暗的，那晚上就是更漆黑无比。整个这个张古营村这样的小巷子大概是60-70条，因为张古营村它就靠这个连接起来的嘛，房间是那么多，但是呢，这个经脉肯定相对来说少一点点，所以说是非常震撼吧。而且这个高度呢，差不多有10几米高，宽度才这么一点点。你假如说我站在这个地方往前走啊，突然后面谁叫了一下或者有什么声音，那肯定就会吓一跳。我们往前走，走在这个小巷子，随便往哪里转弯，就变成了一个内部空间，变成了一个独立院落一样的。那这里呢，一进来又有好多个房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是一个，然后别有洞天吧。这里相当于就变成一个我们说的小四合院，变成一家居住在这里，很奇特吧？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全部相连，就这个道理。然后我们一直这样往前走，走到前面又可以进入其他的空间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又是另外一重院落。这个院落叫做接官厅，什么意思呢？相当于是接待大厅。
这个接待大厅啊，有几个很好玩的东西。这个天井跟我们其他看到的不一样。首先上面有很多雕刻，喜鹊，还有那个犀牛望月、二龙戏珠。最独特的就是中间这个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孔，那个孔呢是在古代计时用的。我们说现在是有手表，那古代呢它不是24小时制的，它是12时辰，就有太阳的时候把一个我们相当于一个杆子放在这里，然后有刻度，就下面弄个刻度，那么相当于太阳方向照射就能确定时间。所以古代的人呢，聪明是很厉害的。当地的村民非常好。我们说为什么说世外桃源，就是因为自给自足啊。当地的村民自己养鸡，自己种菜。他这里的房间太多了，我们就不细看了。像这里呢，也是有人居住的。它基本每个院落、每个天井房，这附近都有人居住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这个张古营村呢，就是沿着这个小溪而建的，是不是非常不错啊？大家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像那摆锤一样的。那么这前面这个相当于是榨油，就是说电视上经常这样演着，这样就这样榨油，就是这样的，挺好玩的吧？这个以前榨油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大部分是机器，以前全是靠人工，特别是炼盐还有榨油，那这里其实是很多人的，很辛苦的。这个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嘛。像现在这种呢，也算是非遗文化了。现在很少有这种了，个别的地方或者老的山区还有这种榨油的形式，但是这个村呢还保持着这种。那以前这里就是榨油的一个场地，这个叫做碾碎，就是碾稻谷或者碾其他的都可以。这些地方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古色古香。来看一看美丽的乡村。我们说经常说树木巨大，桌子椅子，看看这个，像不像我们说的一只动物啊，比较庞大的动物在行走，是不是很贴切？别有洞天。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条小巷，尽管说是漆黑无比，但是在后面呢，隐藏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，就是俗称的绣楼，就是古代千金小姐居住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代的千金大小姐是大门不迈的，藏在深闺，一般人是见不到的。那么听说里面呢，还保存着几百年前的千金大小姐用过的那个东西，我们说的那个桌椅啊，还有那个床啊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绣楼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了，河南看到了，但是北方跟南方的房屋建筑都是不同的。现在去看一下小姐的绣楼，让大家见识一下真正千金大小姐居住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，震撼。这个就是小姐的绣楼居住的房间。给大家看一个床，这个床，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完美的。我有点印象是哪里？看一部电视剧，他们成家，夫妻坐在那里，脚放在这里，这里相当于一个脚踏。我看一些资料，好像是说，人家清朝的时候成家的话，结婚的话，夫妻两个人坐在这里的话，接受同辈的或者长辈给他们弄一些东西，相当于我们说吃一些饺子啊，这一些就坐在这个地方，完美吧？上面雕刻，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？大家见过没有？我们先看看里面啊。不过这个床感觉很短的，不像一个成年人居住的样子。它这个床还有好有意思的。你看，还能放一些东西。那这个床听说是有将近400年，上面雕刻的是孔雀，还有其他的鸟类的。我们刚刚说它这个床啊，里面空间比较小，其实有一点应该是这样的。
在古代，女子可能12、13岁就出嫁了，本身那个时候长得就没多大，所以她那个床呢，可能就比较矮小了，就比较短，因为一般也就1.5米6那个样子就出嫁了嘛，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是这个原因。然后看到旁边，那这些呢都是原版的，就是说几百年前千金小姐用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站那个地方啊，属于2楼，因为千金大小姐呢，就是古代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是住在2楼，基本上是不出门的。1楼就是她丫鬟，有些地方呢，1楼跟2楼隔的那个楼梯都封掉了，吃的都是丫鬟送下来，然后传声的话，这里没有，有些地方像那个喇叭一样的，就上下传声。你看这个是明显是一个女的。像这个床上面这么多雕刻，不知道是什么含义，也没有相关的资料，但是就是确实是非常精美，很多还像弄了鎏金一样的。给大家看一个超级好玩的东西，看起来这个像四方四正的，其实这个也叫做婴儿车、学步车，就一个小孩站在这个上面，可以跟着这个走。你看，它下面有轮子的，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绝迹了，可以说农村才有。城市里面我们现在都是学步车，是买的那种塑料，这种纯木结构的没有啊。你看，这个人是站在这个里面的，这个就是古董啊，这个真是古董，可能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这里都是在小姐的绣楼里面。那这些呢，最左边这个很简单，洗刷用的，放一个脸盆在这里，放个毛巾，洗手洗脸都可以。因为古代不像我们现在说有那个洗漱间。那这个椅子呢，从这里呢也能看出来有年代感，金玉满堂。这个地方我感觉才是我今天来张古营村最值得看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张古营村我们基本看完了，我们再说一下它到底有多大呢？整个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大概是5万平，所以说是一个5万平的大豪宅。1700个房间，比古代很多时候皇宫的房间还多。1700个房间，你每天住一个，差不多要住6年的时间。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张古营村在古代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豪华。